欢迎大家来到最新一集的你怎么看？我是海兰，我是妹。本节目与 FM96.7 环宇广播电台联合播出，主要借由时事探讨两性议题、人生哲学以及生活中的趣闻分享。好的，这一集是过完年之后录的，虽然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完元宵节了，但是还是在这边迟来的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，那这次过年呢，其实收到了很多的亲朋好友对于这个节目的关心跟建议，很多人都说我太严肃了。其实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跟妹不一样，就是如果没有事前的准备的话，我临场发挥就不是很好。但没关系，今天我就来试试看，就是今天我主持稿就只有前面这一段开场，然后后面就只有准备题目这样，看看我能不能好好跟你聊天。这样我也蛮紧张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今天是第一次我让他就是都没有看过我的这个脚本，对，就感觉不知道是考验他还是考验我，明明就是他自己要给自己训练丢接球啊。哦。对啊，好，今天想要让妹来做这个情侣约会的地点排名，好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有兴趣吗？有啊，你觉得我这次这个主题 OK 吗？我觉得可以啊，因为如果你做这个主题的话，会不会下一次你会提出一些新的 idea 在我们两个之间呢？对不对？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也想要知道你的反应。我有查到网络上有很多类似的排行，就是很多人其实做过这个主题了，但是其实有一个 bug，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。有些地点是第一次约会来说是很不错，但是如果是交往很久的第 N 次约会，可能就没那么适合。就如果你，但就是你每次都去同一个，你就觉得啊，怎么又是这个？没有，就是有一些地方适合第一次的时候去，有些地方是之后的约会不会再想要再去第二次，但第一次去不错。那有些是反过来。好，所以今天妹会给2个分数，第一个是第一次约会给这个地方几分，第二个是第 N 次约会的话，他会给几分呢？那你等一下就帮每一个地点打1到10分。我是分2次给分数是吗？我会跟你讲。哦，好，好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好的，我们的第一题是展览馆或者是科教馆。6分。6分，为什么？你是指第一次还是第 N 次？哦，你第一次的话，第一次6分，第一次6分，那第 N 次第 N 次5分。5分啊？第 N 次应该也6分，因为我觉得这2个东西不太会每一次主题都一样。就是展览馆可能就是挑一个2个人都有兴趣的展览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第一次去跟你第 N 次去，你每一次去的主题一定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第一次跟第 N 次对我来说都是6分。哦，就是你觉得可以，就是但不是最好。就是我平常不是一个会想要特别去看展览的人，但如果今天比如说有什么鬼怪或是一些什么很特殊的题材，你可能会想要去看，但是你一般不会特别想要去的话，我通常都给一个及格线，就是跟旧的人去体验新的事情这样子。所以你都是给6分。对啊，因为我是想说每一次主题不一样嘛，那好像这样子也是算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新的新体验。嗯哼，好的。那第二题是电影院。第一次的话给7分吧。7分哦，这么高哦。电影院就是很适合说你刚认识一个人，然后呢，你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话的话，就去看个电影。那看完电影，如果后面还有互动，你们还可以借由讨论这部电影有一些新的话题。哦，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不错，就是比及格再高一点点，就是7分。我以为因为电影院网络上都评价蛮低的，都会觉得说第一次约会看电影又不能讲话，然后你又不好身体接触，然后你就完全不了解这个人，然后看完电影就散会。就是网络上的观点是这样，但我刚刚听你的观点，我觉得蛮有说服力的。对啊，因为你刚开始，如果你怕你自己讲错话或是尬聊，那你就去看个电影。那前提是你们这部电影一定是你们共同讨论出来说要去看的嘛，所以应该是你们2个都会有兴趣。那你们看的过程中，至于对方会不会什么毛手毛脚或是干嘛，你有没有接球，他有没有丢球，这些就是可以透过这个过程中去看的。如果有对方又是那种看一看可能睡着，或是你事后跟他讨论啊，有吗？刚刚有这一段吗？很明显他就是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嘛。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日后的一个考量的一些小东西，我觉得。真的耶。所以我觉得看电影不会很烂啊。我人生中第一次跟陌生人约会就是看电影不然呢？没有，就是怎么说呢？那个时候是我玩交友软体，然后认识了一个学姐，就是同一个学校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看电影了。然后他看电影的时候，他都不认真看哦，
他去牵我的手，真的哦。真的啊，我吓死了。那时候我才刚18岁，那后续呢？后续没有后续了，没有后续，没有后续了因为他牵你的手，你吓到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行，这样。可能阅历差太多了。哦，好，好，那第3个是，所以第一次给7分，那看电影第 N 次的分数呢？就6分啊。6分，就是还可以。又看电影，因为已经了解你这个人了。那如果你每次都是看电影，就觉得就不如在家里看，是不是？就偶尔可以出去外面啊，但是常常去，你觉得第一个也花钱啊。对啊。好，那第3个是宠物咖啡厅。我觉得我2次都会给7分。你说第一次去你会给7分，第 N 次去你还是给7分？对。宠物咖啡厅这么低啊？我以为你会给更高，因为你很喜欢宠物啊。所以我其实是奔着那个狗狗猫猫去的，就是奔着动物去的。哦，但是宠物咖啡厅通常消费会比较高，对吧？然后你去的话，你就是看那些狗狗猫猫，偶尔去一下就好了。所以我觉得它7分吧，不会到一个你每一次约会你都会觉得有惊喜或是怎么样，因为你会觉得很可爱，这样去了很疗愈，但是就差不多就那样。哦，这我还蛮惊讶的，我以为宠物咖啡你会给10 of the 10，就是没有事，比如说1-2个礼拜没有约会，那你要去哪里啊？不然去个宠物咖啡厅好了。好的，记得了。第4个是夜市，夜市你会给几分呢？第一次去的话，6分吧。6分啊？你都给很保守7766，你都没有给1分或10分。因为6分是指就是都还可以，但都不至于到我非常觉得很怎么样。但我都可以接受。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真的很被打动。因为夜市我可以吃我想吃的东西啊。对啊，就是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口味怎么样。每个人吃，比如说你不喜欢吃榴莲，如果我跟你第一次去夜市，我都喜欢榴莲，然后你不能吃啊，我都买辣的东西，你会知道说我们2个口味很不一样。对，也许这些你也会考量。好，所以夜市你会给到第一次你会给到6分，那第 N 次呢？第 N 次就4分吧。真的假的？我以为第 N 次夜市很不错，因为台湾的夜市大部分都差不多。就是你跟一个人说我们今天去逛夜市可是他开销低啊，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。没有，你有时候买，比如说这个排骨酥1份100，然后这大长臭豆腐70，那170了，然后你再吃一个什么，然后60、70就200-300块。可是跟你在家点一个意大利面100-200块、200-300块，其实是一样的价格。你如果仔细去细想，只是夜市会多样化，然后让你不知不觉中，花光你的钱。4分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就是一个可以果腹，不是果腹啊，就是好吧，去吧。但我就那样子，就是一个很普通，会比6分、7分心情还有一点觉得期待吗？然后4分就是一个你去之前你已经可以预测到，比如说你去夜市，你就知道夜市里面卖什么东西，大概就是那样。那你们大概也就互动差不多。的火花就是差不多就是那样。对，可以都想象得到，就是可以下班去啦，下班放学去，但是不可以特别早一天去。对。好，第5个是看夜景，就是比如说台北就是烘炉地啊、象山啊、什么文化后山啊这样子看夜景，你会给几分？其实我觉得我很不像一般大部分的女生嘛，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好像听到看夜景都会觉得很浪漫。但其实我对看夜景没有什么好感。是啊。对啊。如果我今天跟你不熟，我去看夜景，我觉得比电影院还尴尬。你说第一次去的话。对啊，就是景观很美，我知道我会欣赏，但是通常看夜景一定不可能什么，你骑个车20-30分钟，然后到一个山区，然后你花10分钟就下来，绝对不可能嘛。我觉得看夜景很吃男生的功力，就是比如说我帮你拍个照啊，或者是说这边的夜景是有什么样的特色啊，就蛮吃男生的功力。如果什么都没有就带去那边的话，超无聊。而且怎么讲，看夜景又会让人家联想到说你们可能幽会，你们可能会接吻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互动什么的，就感觉要告白了。对，然后就会觉得很暧昧嘛。所以第一次不建议去。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啦。给几分？2分。好，2分。因为我会觉得很无聊啊，然后又没干嘛。那第 N 次呢？第 N 次的话，
我喜欢的夜景是有景观餐厅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不喜欢纯看夜景，我喜欢有东西景观餐厅吃。超贵啊。不一定哦，不一定，有的不会很贵。你要看他卖什么。第 N 次给5分好了。5分啊，还是很低耶。比2分好很多了吧？5分就是比夜市高1分耶。5分的理由是因为第 N 次是因为我已经很熟悉你了，所以如果对方想去看，然后也愿意带我去的话，没有也对方想去看也愿意带我去的话，我当然就配合啊。对啊，但如果你自己问我的话，夜景我就觉得还好，就是可能上去10分钟，或是像烘炉地那样，你要拜拜可以顺便拜拜，就是我会觉得除了夜景以外，这件事情还要联动的有其他事情做，不然你只是看着那个景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没有什么东西。去夜景，然后点仙女棒，然后拍照，这样不就10分钟变成20分钟而已。第6个是密室逃脱，你有去过吗？有，那你可以打分了。8分吧。8分？因为我很烂耶，因为我比较幼稚，我喜欢那种玩的东西。玩密室逃脱可以顺便看一下这个人智商高不高之类的。遇到解不出来的谜会不会容易脾气暴躁？有些人真的会。对。这到底是什么？然后就开始抱怨东抱怨西，什么机关烂啊，然后什么谜底设计的烂啊，然后开始一直用，要不是怎样我就解出来了。对，然后可能一直狂抠工作人员，然后一直干嘛，然后整场就是靠工作人员出来，根本就是工作人员在玩，就是也会有可能有这样子。了解，所以密室逃脱是很好筛选伴侣的一个方式。对啊，女生来讲，而且又在密室你要有互动也可以有互动，对吧？完全就是只是为了约会而生的，只是在监控下的互动而已。完全为了约会而生的活动。对啊。好，那第 N 次的话，第 N 次会有兴趣吗？第 N 次的话，应该还会有6分。6分就变6分了。因为第 N 次是怎么说？你现在讲是2个人情侣嘛？那你要去，比如说去到第 N 次，等于说很多的主题你2个人限制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会有人数上的限制。说这场必须要最低4个人，最低2个人，最低几个人，那2个人能玩的就有限。那你第 N 次去，基本上很多可能主题都已经玩过或不能玩了。对，所以第 N 次我觉得是会有受限性。其实现在密室逃脱还是很多种类，应该是很难玩完。那你说第 N 次啊，我就是给个大概。好，那第七题是海边，第一次去海边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说实话，我觉得它跟夜景差不多。就是如果海边只是单纯看海的话，因为我很不喜欢湿黏黏的，然后被蚊子咬，沙子进，然后晒到曝晒，我基本上这几个都不太喜欢。那海边就具备了，傍晚可以啊，但是傍晚要看什么？海就是黑黑的一片啊，你看不太到什么东西，除非你去什么那种夜间，不是会有什么潮汐还是那种？是我觉得晚上海虽然黑黑的，但其实也蛮好看的，是蛮好看的啊，只是会有点可怕。就是晚上的海就会变得跟夜景有点像，然后白天的海，第一个如果它好天气，太阳就会很大，那海边通常海风也会很大，那海风吹过来，身体就会黏黏的，就有曝晒又黏黏的，就是很多都是我不太喜欢的那种元素。了解，抱歉，我是一个直女。不会啊，听到你的这些想法，我觉得蛮中肯的。对啊，这些都是浪漫的这一层面纱后面的真相。而且有些地板海边不是会有沙子吗？然后你沙子可能就是也会用脏啊。假设我今天想要跟你去约会，我一定会打扮嘛，那我就是想说我穿的好看一点或正式一点。但是我去海边，我势必我的鞋子什么我就不可能，我一定要好穿脱，是好方便洗，便要事先准备。对，我都要准备很多，然后可能去冲脚，然后如果那边没有水龙头呢，是比较野外一点的海边，那我可能只有海水可以冲，那海水冲来还是黏的啊，就是还要带一桶水，对啊，就是整个很不舒服。好，这边都结束之后，好，来我们去吃个饭吧。那我全身都黏哒哒，然后可能海风吹乱我的头发，然后我要跟你去吃饭，我根本就只想回家洗澡了。4分吧，4分。那第 N 次嘞，完全不想去。第 N 次应该3分，3分，还是有分数啊，还是有，因为海边不容易常常去，我觉得比夜景还要再难一点。第8题是动物园或者观光牧场，这2个我把它放在一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还是你要分开？我觉得可以啦。第一次去7分吧，7分，7分是宠物咖啡厅的等级，就差不多啊，看动物啊。你好多7分哦，等一下7分的再来一个排名好不好？不是，因为动物园、宠物牧场有一个点就是要走很远。其实像以木栅动物园来讲好了，我每一次去没有一次可以完全不累的走完。
就我通常走到一半，我就觉得脚超级酸，就从小时候到现在哦，就基本上都还是这样。那其实这么多年，动物也就是都差不多那样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。我觉得要看牧场有些牧场的动物很活泼，有些牧场的动物是已经疯掉了。如果我没有去因为我很喜欢喝牛奶，我喜欢乳制品，所以我去一个牧场或者是动物园，我会想要，比如说还有卖牛奶冰淇淋啊、鲜乳啊、奶酪啊，我就会想要去吃。那种会很喜欢，但是如果今天就是单纯就欣赏动物喂牧草，然后去走一走的话，大概就是6-7分。所以第一次你会给7分，第 N 次给个5分吧。5分哦，就觉得太累了。不是啊，就是去过啊，因为牧场就那些，去过就好，不会想要再去。你不可能会一年想要去2-3次同一间牧场。那不同间呢？不同间的话就可以啊，所以大概5分。但是去哪边都是看水豚、看牛、看鹿啊。对啊，那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看特色，还是有不一样。比如说有些，我就说以乳制品为名，那他就是特别推他的乳制品。那如果像那时候那个什么卡皮巴拉水豚刚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会以水豚为特色。如果有一些新的动物，那间可能就是会有新的动物是特色，那你就会很想去看。好，第9个是舞台剧或者演唱会，这2个可以放一起吗？还是有不一样？演唱会跟舞台剧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。我觉得主要的区分点是台下能不能讲话。其实都可以讲话吧，小声讲应该还好吧。演唱会是你讲话可能也听不到。好，那舞台剧跟演唱会分开吧。我们先讲舞台剧。好，舞台剧第一次带女生去看舞台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会不会太文青？不会啊，我还蛮喜欢看舞台剧的。舞台剧、音乐剧，但是我不太会想要看双音，就是中文、英文双字幕的那种。就是我好比我之前去看猫的音乐剧，你觉得很累？我觉得很累。你很需要知道台上现在在干嘛，因为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，我要看台上的画面，我又要看英文字幕，我又要看中文字幕。OK， 就是我会分心，脑袋会过载。对，就是我又不是一个就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一个人，或是英语很强，那我要同时兼顾这3个东西，我会很累。所以第一次的话，就音乐剧、舞台剧第一次去的话，我觉得挑一个适合的，就是一定你会问我有没有兴趣嘛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给到8分吧。哇，这么高！今天最高分就是8分嘛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看你后面还有题目啊。好，第 N 次嘞？第 N 次也可以8分啊，也可以8分啊，因为每次去你又不可能听一样的。对，其实就是2个人一起去看一个有兴趣的东西。那为什么你舞台剧可以给那么高，但是你前面的展览馆或科教馆你就觉得还好？展览馆、科教馆都是静态的，就是比较你觉得动态会更有情绪，就是有歌唱啊，有肢体互动，有演技，就是我会觉得我很像在家里追剧。但是比如说展览馆美术馆，我去看那些画挂在那边，我要自己去欣赏，然后什么有可能我还看不懂，然后很安静什么的，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没有那么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幼稚，然后喜欢活泼一点的一些活动的人。对，所以舞台剧第一次给8分，第2次给应该还是8分。8分。演唱会呢？说实话，我不会特别想要去什么演唱会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演唱会很贵。演唱会的动辄都要好几千。那如果你说对方要帮我出钱，我也会觉得很拍谁。金钱的问题会让你很有压力。对啊，而且演唱会，除非我真的很喜欢吧。如果你能同时具备金钱，然后时间可以，艺人又是你喜欢的，然后你还抢得到票，那绝对就是10分满分啊！这些都成了就是10分，演唱会可以给到10分，可以啊。就是那你喜欢什么？谁的演唱会你会去 ？SO EXO 对啊，但是你应该很难拿，对，不一定啊，真的对啊，你这样会让我有期待，然后会不会有期待了 N 年以后，真的来然后我老了之后还是没有等到的。要看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合体。有啦，有合体。而且一个 XO 不是换很多团员吗？对啊，你要看你到底喜欢哪一个。没关系啊，我最喜欢的是 DO 啊。如果 DO 还在的话，就是我就在。好，就是只要能达到刚刚我前面讲那些条件，它就是10分。如果达不到其中一个，它就是0分。所以如果你去一个不是很喜欢的艺人，就没什么感觉的，你也去。如果我都没有听过的话，我去那边我觉得很尴尬。就是大家都可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去 Trash 的演唱会。
就我有听他的歌啊，我对他就是觉得歌很好听，但是可能没有到很深入。哦，那这种的呢你会给几分7分吧， ？7因为分。第一次是你拿你免费的票，好，有什么好强求的？好，那第 N 次，第 N 次，你说如果还是这样状况吗？对啊，就是 Trash 再办的这个然后你找我一起去， 30周年演唱会然，后你找我去，对啊，然后你帮我出钱，对，那应该也会有7、8分了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陪你去那么多次，然后我应该也你还是会有感情，对我应该也会有感情啊，我也会渐渐会越来越喜欢嘛。嗯哼，好，了解，就是演唱会大家要好好挑，好好征询过对方的意见，主要是要负担得起。还好啦，那个几千块捏一下就有了。不是，现在很长，1年办10几场，各种你可能喜欢的艺人，然后好几位的，一直轮一直轮，你每一个对不对？你去这个就少去另外一个啦。好，最后一个大型的游乐园，你说第一次去吗？第一次就去第一次5分， 5分哦，你会觉得太不熟了，第一次去可能还是多少想顾及一些形象或什么的，嗯哼，所以第一次感觉玩那个就是会又搞笑又累又丑，然后可能会叫啊或干嘛，就没有什么形象了吧？哦，感觉比较难啊，因为你在游乐园你要顾形象，那你去游乐园干嘛？你就是要去玩一些设施，或是为什么要顾形象？所以女生第一次约会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，男生不在意吗？男生可能就想要争啊。那你们会在人家面前挖鼻孔吗？哦，男生也反而更在意，有些男生我就不相信你在人家面前说你要真实，你要真实，然后你在家里会挖鼻孔，你在他面前不挖，然后这叫真实，对吧？哦，对，有道理，对啊，还是会做样子啊。但是第一次只给5分，对啊，就是第一次放5分而已不开啊。我觉得应该放不开。好，那第 N 次欸第 N 次的话可以有9分，哦，这是今天分差最大的一组哦。因为我很喜欢去游乐园，但游乐园都很远，然后要规划一下啦，主要是那个人都很多。不一定啊，你可以挑淡季去啊。你说淡季啊？对啊，但是淡季就是有可很多能这个、不开。对啊维修的什么了解啊，你去你可能就想玩那个，然后他要维修，我很讨厌排队啊。排队一个上次去六福村排一个2个小时好，那这几个刚刚讲了，电影院、宠物咖啡厅、动物园这3个，你要再做一个排名的话，你会想要怎么排呢？那我就以这3个来排就好了，就不管第一次、第二次。那我觉得动物园或观光牧场应该排第1名，哦，是哦，然后宠物咖啡厅应该第2名，好，然后第3名应该是电影院。好，为什么动物园或观光牧场会在宠物咖啡厅前面？约会我是喜欢去远一点的地方，哦，就有出门的感觉。好，就如果我今天家里我住信义维修附近，我走去看电影可能5分钟的路而已。那你跟我说这叫约会吗？我会觉得如果比如说你还是倾向户外一点啊？没有，就倾向远一点、户外一点。那我去远一点的宠物咖啡厅就好了。所以宠物咖啡厅第2名啊。哦，所以它差不多啦。对啊，差不多啊，这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，还是就是一个 list？就是差不多啊，好，一个 list。好，很清楚。那下次要先带我去哪里？你要许愿啊？为什么不能是你带我去呢？这不是你做这一集吗？这不是你的调查吗？就你做完是来要求我，那别录了。好啦，你再期待一下。真的哦？我怎么感觉你现在很紧张？不会，我怎么紧张？其实上次我们都讲好说想要去台中。你说台中、对啊，苗栗啊，台中啊。好，这个不知道大家这一集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呢？这一集介绍了很多的约会地点，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听众朋友。其实听到很多身边的人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意见，其实我蛮感动的，因为原来大家真的都有在认真听诶，而且有的人还听2遍，还会有朋友跟我说：“你那集我听了，你下一集我还没听，我到时候去听。”然后就觉得哇，对，因为就没有想到吧？对啊，我以为没有人在看，大家都只看预告啊，就不会点进来。好，反正这份感动呢，也督促我做节目要认真做。以后也请多多指教啦。本节目与 F96.7 环宇广播电台联合播出，你怎么看？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拜。